大挪移去得了异鬼，可去得了朕的心病啊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开！护驾！李征贵奏：今48寨突遭北周围困，齐胜见势。北斗首领沈天书亲率大军压境，欲将48寨一举剿灭。吾为48寨首领，与北周势不两立，自当决一死战。
无奈寨中甲卒军器简陋，兵不满万。此外，尚有妇孺老幼数千，唯惧寨破之日，牵连无辜，玉石俱焚。今托小女锦荣送信，恳请西境发兵谷中，破曹贼围困之局。臣自当率寨中义士里应外合，拼死一夺，扶起皇上锐剑决断，力争汉延，顿首谨奏。锦荣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去？姐。哎，大小姐，小心儿，和气生财。不生财，我生气。就在里边。爹，我都把他胳膊卸了，他还要给我克。你呀你！别人对你的情谊，你不要贬罢，为何要打断别人一条胳膊？如若今后你对别人也有情谊了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打断别人胳膊，就因为这个你要赶我下山，还要跟这群废物一起下山。有师傅知分寸，有敌人知高低。如今你毫无分寸，不知高低，我教不了你。你把这封信带到金陵去。阿存会替我管教你的。我不去。今日你若赢了，便可留下；否则，就下山送信。沙砾的如今，就是高山的过去；你的如今，就是我们的过去。这世间行走的都是凡人，为何不敢相信你手中的这把刀能够无坚不摧？每个人的起点，都是从怎样站起来开始，谁也不比别人高多少。这次赶你下山，就是想让你看看，沙砾是如何变成高山，高山又是如何变成沙砾的。放着大路不走，爹为什么非要我们走小路？咦，走，今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去哪儿啊？
山下的大路已经绝了，这就是你爹为什么让你下山送这封信的原因。哎，不好，陆家北斗的人，大家小心，挡住他们！快接阵，保护水手！大小姐，快接阵，快！宋小飞，小飞！把信送到。宋师叔！没有路。你就是北斗之首沈天书。你爹跟你说起过吗？他怎么说的？倾国佳人，奈何做贼？你真错了。当今的天下，我是官，他是贼。荣少，段九娘，
头，你冲我耍什么横？有本事回去宰几条北狗看看！我48寨多年与世无争，怎么突然招来了北狗？是不是你？放屁！你爹当年斩草不除根，非要留沈天书一条狗命。如今曹贼直城，他狗仗了人势来咬人，与我何干？再不训斥杨文，听见没有？你这人呢？拔刀！你在看什么？给我看看！我要去金陵。你放他娘的屁！你去什么金陵啊？现在山下全是北狗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带你去找你爹，一起杀他个片甲不留！今日，我爹突然把我叫到房中，说要和我比武。我以为他是想教训我，现在想，他是在托孤。他故意让我赢他，是为我立位，让48寨青年才俊安心跟我下山。爹，我赢了，可笑，我竟以为自己道法成了。托什么孤？把信给我。我轻敌大意，他们却为保护我而死，已经错了一步，不能步步都错。我凭什么听你一个野丫头的呀？回来！48寨易守难攻，即使7名北斗旗帜，一时之间也攻不进去。你守着我爹，2月之内，我必带救兵回来。真是祖传的不识好歹。你的刀太急，还得磨。你怎么知道有人来了？臀上六，乘马班如，气血连如。故人到访，有缘则度。但是那个沈天书可不是个什么善茬，若在你的奇门遁甲阵里被拦得太久了，怕是会放火烧林。水里泛青苔，天有风雨来。它烧不起来。你去接人，我去催雨。大人，你看这石头，小的每跪一次，就在上面刻一道痕，这都已经第12道了。都说这甘棠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，神鬼不测之技。这是他隐居的竹林。大人，我们点火！擅闯者死！沈先生，旗之一道，黑白分明。你旗布天下无双，为何颠倒黑白，将他乡认作了故乡？你以为旗分黑白分的是是非吗？错了，旗有黑白，分的是敌我。沈先生这步棋，灭的是他48寨，成的是你天下第一。但棋道讲求的是胜不足喜，败亦何妨。
沈先生得失心如此之重，离高手境界还差之千里。闭嘴！放火烧灵。是。拿火把。不，竹林天降大雨，土木皆湿，火点不起来。放心，3个弹指间，他自会退。3、2、1。报！陛下有要事，召大人速速回京，不可耽搁。走。沈救回来了。救回来了，是锦荣。我朝西迁以来，边境一带大战小仗，3年来打了上百场。陛下年纪尚幼，我朝根基不稳，民生多艰，只得不重兵于长江沿岸，防北周铁蹄西进。曹仲昆命北斗围攻48寨，意在府邸抽薪。我朝本就一力不从心，一旦我们顾念旧情，调兵相救的话，北军便会趁虚而入，到那时，便是天下末路，实乃爱莫能助啊！西晋立国之本，原不在兵将，而在正统。如今天下百姓遭难，西晋视若无睹，视为忘恩。48寨遇险，西晋见死不救，视为不义。忘恩负义，令天下人齿冷。又谈何正统？唇亡齿寒的道理，你们比我明白。锦荣，稍安勿躁，家师定会保谷中平安。平安就算了吗？北周围我家寨，杀我父老，饶谷中千万生灵，一个平安就接过去了吗？你要什么？
48寨，有恩必还，有仇必报。我要他的命！48寨一日不除，北周一日难安。李家妇女一日不死，先生到底意难平。但与48寨为敌，就是与天下英雄为敌。陛下不是让先生按兵不动，而是不要轻举妄动。可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10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。每一把兵器都有它自己的宿命。去吧。北周弓箭森严，民间女子得以接近皇上的唯一机会，便是选秀入宫。害怕的话，我替你去。若锦荣此行遭遇不测，我朝定令天下英雄齿冷，又何谈正统？让文玉带着我的亲兵暗赴谷中救人，先保李征平安。你去劝锦荣回来。进了宫以后，身子就不是你自个儿的了。眼神里带有杀意。不过我喜欢，
燕后来我房间。击鼓驱役，埋碎而罢。晋忠诚此大挪移，逐尽英气，为杨导也。49日之后，定保陛下龙体安康，福寿无疆。大挪移去得了异鬼，可去得了朕的心病啊！有刺客！滚开！护驾！这一下拔出来，我性命不保。你看看外面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这戏好。后面的码头上有我的船，来的时候我把北斗的船桨都割断了，
他们一时追不过来。那你呢？你先走，别管我。不行，我48寨有恩必还，有仇必报。你今天救了我的命，我必须还。我受了伤，跑不远，你快走，不用你还。阿存，你别忘了，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欠债。你这条命，我今天非还不可。走，解放，快！就在那儿，到了！这边，快！解放！关大门！你们说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什么龙体安康，福寿无疆？西晋赵渊不过10岁。碌碌无为，却天下归心。我呢，因内乱攘，外夷治水患，安流民。我一手镇住了北周江山，可到头来，他们叫我北狗。北狗。陛下苦心孤诣，功在千秋，又岂是这等山野小民能体会得到的？陛下又何必归罪于己身？臣听闻，法令行则国治，法令迟则国乱。陛下，行祀圣驾，按律当诛9族，悬首于城门以警世人。请陛下勿失一时小会，而废一朝法令。查！查！我说了要还你一命，如今你已平安，我还我的事。没人能救你第2次。你本不必来救我。小时候，李叔也本不必救我。那就扯平了。以后我的事你别再管，我也不想将你们西晋牵扯进来。告辞。
边境打了多年，如今曹仲坤抱恙，西境好不容易有了喘息之机，没人愿意接着打。如今沈天书于48寨之下按兵不动，我们回去从长计议，事情定有转机。我书读的不多，但爹讲过一个故事，我倒一直记得。他说，从前他见过一个县令，专爱养恶犬。有一次，县令的恶犬险些咬死一名书生，刚好有屠夫经过，及时砍死恶犬，救了书生。照说，这事算县令理亏，可偏偏县令心疼他的爱犬，于是他威逼利诱，让书生说他和那狗是朋友，当时只是在和狗玩耍。屠夫无端持刀杀狗，反判了那屠夫偿命。你知道我爹是怎么说这件事儿的吗？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最是读书人。你要走便走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？不只因我儿是你爹救过我，还你一次。你赶紧走吧，让人看到我朝的丞相门生和一女刺客在一起，有辱师门。我说了要还你一命，哪有还一半的道理？陛下，这是48寨独有的兵田。自古以来，如以文乱法，辖以武犯禁。如今江湖人士唯48寨马首是瞻，48寨一日不除，刺客宵小便一日不能绝。陛下，斩草须除根呐！请陛下准我出兵，荡平48寨。荡平48寨，你是让朕与天下英雄为敌呀！天下之事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他力争一世清明，你凭一根发簪就要剿了他，事出无名，你让朕何以号令天下？配殿中发现异物，疑为刺客遗落。这个女人我见过，千真万确，就在后厨。陈求天机也在48寨后山山洞中见过此物，为李景荣遗落。陛下，此女正是48寨匪首李征之女，李景荣。
纯。阿纯。请陛下定夺。雍平年间，朕还未登基，斩了朝中几个逆臣，一时间人心向背，有刺客杀到御前。是沈爱卿替朕打了这一刀。如果朕当时没杀他们，沈爱卿一片赤诚，如朕必罢。这次不要让朕失望。丫头，帮个忙，在这儿呢。过来，帮我把头埋上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病书生？他去哪儿了？你帮我把头埋上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埋上了，你还怎么告诉我？我告诉了你。你不埋我可怎么办？何必那么费劲？想死，我一棒子敲死你岂不方便？万万不可！你杀了我，我师妹会杀了你的。疯子！你别走！枯荣手。南刀！住手！这位段大侠救我上岸，将我带入村中。他是段九娘前辈的师哥，也是你父亲的老朋友。枯荣手，一枯一荣，相生相斥。段大侠练的是荣劲，因无枯劲加持，心脉受损，日渐疯癫，滞留在了这村里。机缘巧合，竟救了你我一命。你要去复仇，我拦不住你。如果你知道趋利避害，
寻一条更轻松的活路，你就不是李锦荣了。但段前辈有一件要紧事务，托你交给段九娘前辈。他已决意老死村中，一代记下最后一个心愿，于情于理，你都不该辜负。现今你已平安，告辞。丫头，不急走，不买，不买便不买。我一生杀人无数，还埋不了我自己吗？丫头，接着。这是塞外阳穗，名为琉璃珠，状如水晶。日正午时，以珠成影，取爱成之，即引火出。你回去见到我师妹九娘，把这个交给她，就说是你爹给的。你为什么不自己给他？这村子就是我的留谷地，我出不去喽。你为何这般着急寻死？我在这儿陪我的朋友们，还有九娘，我要等她回来。我不想死，寻死的人是你。我有我该做的事，只要死得其所，便是无憾。可惜了姓周的那个小子对你的一番苦心喽。你什么意思？还有李正那个老儿，琢磨了一辈子的刀法，到头来一双儿女，一个比一个愚钝，不传也罢。放屁！你懂什么是仇吗？别人为了你一个破寨子，你就苦大仇深，真是莫名其妙。不是我要杀他，而是他要回我的家。48寨是我爹一生心血，不该就这样完了。枯荣首独步天下，也不该就这样烟消云散。你爹难道没告诉你，什么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？你的刀还没成，管他成与不成，杀了曹仲坤就成。你可知道这村子里有多少坟头吗？413个，我每天都会数一遍，因为他们都是我害死的。1年前我南下来寻师妹，路过这江流村，见北周苛政如火，我便杀了他们的官员，将村里的卫兵通通给赶走了。1个月后，等我再回到这村中时，才发现由于无人把守，村子被流寇洗劫，土木灾尽。从此我发誓，再也不杀人了。
丫头，我不过杀了一村之长，你若杀了一朝之主，这天下又该当如何呀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点都没变。还记得48寨后山上有个狼窟吗？那年我才8岁，我父母双双遇害，贼人将他们的肩胛骨制成了骨梳，我为他们收尸时，连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。我从小只读45经，没见过你们这些高来高去的武林中人。我与你们玩不到一块儿去，整日只想念爹娘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将我骗到后山的狼窟里，在黑暗里，我又见到了爹娘肩胛骨制成的那把骨梳。你是傻子吗？快上来！怕什么？我回去啊，把那个破血刀练上108000遍，非帮你把他们的皮给剥了。直到你出现，我才发现，我见到的只是恐惧。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天生与众不同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，好似没有那根筋。但这次见你，我感觉到了，你有了顾忌。我怕什么？不妨我们打个赌。这前面就是悬崖，你要是怕了就喊停，跟我回金陵。我要是不怕呢？那你说当没见过我，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停！你输了，你还是害怕，怕摔下去，粉身碎骨。我一个闪身就能下马，
那你怕什么？你，那你为什么不闪呢？看来李景荣就在附近。哲人齐尾，陆阁仙幡，马革裹尸，碧落黄泉，恭送寨主英灵。小时候，我爹说，当我的眼见过天地山河，心装下万古星辰，刀才可能成。哲人齐尾，陆阁仙幡，马革裹尸，碧落黄泉，恭送寨主英灵。下山后，我见到的沧海横流，四野鬼哭。我想杀了曹贼，结束这一切。你们所有人都告诉我，这一切没这么简单。当年，我爹死于党争。李师叔接我回48寨前，带我看了一夜的朝。我才知道，生老病死，万物枯荣，不过轮回。曹贼也罢，正统也罢，在万古青史中只是过眼云烟，真正不朽的。是这天下生民。段前辈，山下全是北斗，你这是送死啊！段前辈，我就这一条命，杀一个是一个，杀一双赚一双。景荣还在山下，黄少剑告他爹死了，赶紧回来复仇。段前辈，你不能去啊！在山上时，只觉得自己天下无双；下了山才发现，自己不过井底之蛙。我回去就把这破雪刀练上108000遍。愿赌服输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哲人齐尾，陆阁仙幡，马革裹尸，碧落黄泉，恭送寨主英灵。奉少剑。锦荣，跟我回去，我们从长计议。
把这珠子交给那疯婆子。我们一起去把这珠子交给她。你有的是天下声名，而我只有血海深仇。我知道我劝不住你，答应我最后一件事情，将这颗珠子带在身上，有朝一日，你亲自交给九娘。这一别，从此山长水远，不复相见。看来这次是留不得你。上一次有段九娘救你，这一次还有谁？还有我！别再跑了！别动！不用追了。杀剑道的北狗，怎么回事？好你个连针，满身是刺。几个月前，我听说九娘要嫁给李征，但她的嫁衣上少了一颗扣子。于是我赴了塞北，和北道打了一架，把她刀上的塞外阳穗给掰了下来。我去找解药。我找来的珠子，他肯定不喜欢，你就骗他，说是你爹给他找来的。他常骂我颠三倒四，我要告诉他你见过我，让他以为他师哥还在关心逍遥快活好了。我选择不了自己该怎样活，至少我可以选择自己会怎样死。大胆北狗，救人好吗？珠子，有本事你自己给！
刀定江湖，一剑定山川。关西枯荣手，蓬莱一散仙。北刀原子，蓬莱必失。山川剑、枯荣手、南刀，都已做了古。以后的江湖，就是北斗的了。再也不杀人，我做到了。今乃大挪移近期之日，当以活人祭天，为陛下祈福。这48寨女刺客便是最好的祭品，引其鲜血付于龙脉正殿宗位，保龙体安康。行助逆贼之时，偶得塞外阳穗一枚，此宝珠可顺天地，合阴阳，调四时，理经脉，乃天地阳气之源。陛下洪福，得此一宝，必将康健，万寿无疆。午时已到，开祭。傻丫头，你真以为你爹是我们害死的？你怎么不好好问问他？他们说的没错，我少年成名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。有一次被人围攻，你爹救了我。照理，我应该喊他一声前辈的，可他待人却细心的要命。我喜欢他。他却知道我是胡闹，说什么忘不了忘记。后来我听说他和北斗有仇，我就想着抓一个北斗去讨他的欢心，谁想碰到了他，打不过就下毒，被逼消人。我着了他的道，又是你爹及时赶来，替我把毒逼了出来。可是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的毒是逼不出来的。你爹是把毒引到了自己身上。杀千刀的悲歌，知道你爹中了毒，这才敢大肆围攻48寨。今日我要你血债血偿！不要，
富婆子，你不是说过家上差了一颗扣子？我爹给你找来了，你不要吗？我就为了让他多看我一眼，我就一门心思地琢磨起他的刀法。我想自创一套功夫，专门克他，最好能把人抢回来。于是隔3差5就要去一次古中，去一次拜一次，拜一次去一次。打算就这么耗一辈子了。人心无算处，国手有疏时。沈爱卿，这一局我赢了。陛下神算，臣愿赌服输。臣这便去传旨。让你走了吗？今日，朕与沈爱卿赌了一局棋，赌他今日斩不了你。若朕赢了，他便要把这圣旨传了。你不好奇这里面写的是什么？退兵48寨。48寨人心所向，我北周攻进再严，也挡不住天下英雄。更何况你48寨尽是忠义之士，朕敬重你们，怎么会杀你们？走吧，带着朕的旨意回家去吧。原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杀我，只是想将我抓来，再全虚全伪的放回去，让天下英雄看到你是如何以德报怨的。无怪乎天下人都叫你北狗，你不仅是个伪君子，更是个衣冠禽兽！放肆！破雪刀3道9式，你曾问过我，你的道是什么？从前我不愿意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一生都在刀头嗜血。其实江湖一点诀，说破不值钱。武学一道，就是你死我活。当你把自己逼上绝路，发现除了手中的刀，再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，到那时，
刀便成了。我爹死了，阿存也没了，宋长跟小飞、段大郎都不在了。一路走来，我才明白，破雪刀无匹的刀意，不是世间无敌，而是再没有人在我左右，我的刀剑只能向前。48寨的性命你都不要了吗？是全身而退，还是同归于尽？自己选吧。可以后，若江湖豪杰看见我48寨，想起的都是你曹仲坤的不杀之恩，宁愿鱼死网破。丫头，你看，这是北刀刀柄上的塞外阳穗。你爹一直最知道我喜欢什么。他心里有我。恭喜！你的破雪刀成了。曹仲坤，是全身而退，还是同归于尽？啊，你自己选。陛下，西境忽然重兵压境，如今已过了江，请陛下速速定夺。我以前有一个师哥，他告诉我，世上最难，莫过于两情相悦。难上加难，便是长相厮守。锦荣，你不是被他放出来的，而是我周义堂亲手迎回来的。你们好好待着吧，你爹的仇还得由我这个小娘来报。我到底没告诉他，万千繁华，一指流沙，何处是我家？你不回去了？来旧都之前，我盗了老师兵符，征调5万精兵前来救寨。为此，我自废武功，叛出了师门，才证实此事与西境无关。我已无家可归，今后只能指望大王你收留。我48寨可不养闲人。如今你刀成了，不知我有没有这份荣幸，做你的刀鞘？长路漫漫，终有一归。
我们回家了。